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世纪的峰会川习会，今天两人真的见了面了。但是见面之前，中美两国大家各自的出招，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地点，瞧不拢，直到要见面前的几个小时才真正的尘埃落定。而双方见了面之后，这一切氛围完全变得不一样。为什么？你看到川普整场他都是笑着，习近平脸是垮的。闷闷不乐，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现在承受了莫大压力，这个压力都是川普施加上去的。你看到川普在这次亚洲行里面，包括去了马来西亚，包括去了日本，包括去了韩国，他不管是签的协议、说的话，都是往习近平来施压，甚至在会面前的前1个小时，你看到川普竟然抛出了一个贴文，他说我要重启核试爆。这一篇贴文他吓死了，美国之前在用核试爆的时候是33年前的事情，没有想到在川习见面的前1小时，你竟然说要重启核试爆。没错，时隔6年之后呢，川普跟习近平再次见面。那再次见面来说，全世界都在看。那你看一开始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川普是这样的笑的啊，但是习近平你看脸色是这样子。那你看这个习近平看到这个川普的时候，似乎有点紧张。那后来是这样，川普一直拍他。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自己仔细看，他后来拍他，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看尴尬，开始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朋友这样，然后这个习近平一直不知所措这样一个感觉，你就想为什么习近平压力这么大呢？因为事实上，习近平也知道说这次的川普嘴巴上说是好朋友，但是其实来者不善啊。为什么来者不善？他一路施压习近平，为什么我说他一路施压？你看。他从美国飞到亚洲来的时候，他第一站到哪里？到马来西亚。对，到马来西亚他做什么？他开始跟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这些国家签了贸易协定，然后签贸易协定就说，我们要共组所谓的这个稀土联盟来对抗中国。紧接着高峰会结束了，他飞到哪里？日本。原本是要到韩国去，他就硬是给你插个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去的时候，你看他跟高市早苗两个人热络成什么程度啊？高市早苗几乎是看到他好像是个小迷妹一样啊，然后这个川普还在这个华盛顿后面搂着这个高市早苗，没问题，这就是我爱，这你就是我造。那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这个川普降临到这个华盛顿号的时候，他有一幕，他去摸了 F-35的飞弹，然后就说，我这个就是要批准给这个日本的 F-35的飞弹。照那日本的 F-35的飞弹是要对谁打的？当然是对中国打的，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给你呛，又在施压。对，然后他说我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这个高市长啊，你要买什么武器，你跟我讲，我就卖给你。那你说日本的武器是要打谁？当然是打你中国。好，然后他访问完了这个日本之后，飞到韩国去，你看他先见了李在明，李在明他送他一个说新罗王朝的王冠，说你是我的王，你果然是世界的王。然后呢，韩国就跟他说，我们可以跟你要这个核子动力潜艇吗？就没有，川普就说好，你可以到我们美国，真的给了，你可以到我们美国来造，就这样，就给你。那你说这韩国的南韩的这个核子动力潜艇是要跟谁这个对抗？当然是要跟金正恩，金正恩是跟谁在一起？跟中国在一起嘛。所以你看，连韩国都可以拿到这个东西，那你更不用讲，在要开会的前1个小时。他就跟你说，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中国跟这个俄罗斯都还在做这种施暴，我也要施暴，我们重启核施暴。所以呢，这是针对谁而去？当然是针对中国而去嘛。是这种，川普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猛，是他真的是贯彻他的谈判的艺术、交易的艺术，对，真的不断的是施压你。对，你看，我就跟你说，我从东南亚这样子，然后日本跟韩国这样，他包围谁？当然是包围你中国嘛。另外一个，他还这一次。中国跟美国来说话，这个川普原本说，可能中国想跟我谈，但是川普画下了一个红线，台湾没得谈，台湾你是台湾，虽然他这一次说台湾他也没有要谈啊，就果然在这一次的会后，真的川普说没有谈台湾，那中国也不敢说台湾，但是非常有意思啊，那因为原本的川普都说我们可能会谈4个小时，最后来谈1个小时40分钟就结束。那结束的时候，你看他们2个又离开，而且没有签任何的公报。原本大家都想说惨了，谈崩了。就后来幸好是川普在空军1号开了这个记者会，那开了这个记者，他直接，我觉得现在川普就直接我说了算啊。他就这样说，他说呢，我预计4月会访问中国，然后中国国家主席也会找时间来美国访问，然后他就说了，中国跟美国已经签了这个贸易协定，因为中方呢把这个芬太尼处理得不错，所以我调降10%的对中关税，然后对中国的关税从57%降到47%，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稀土的问题也没有阻碍了，然后他们准备也要买这个大豆了，他都讲这么多，他讲了之后呢，就赵尔
因为他就说，人家就问他，你有没有讲到台湾问题啊？他就说台湾问题从没有在会谈中被提起。他说台湾 never come up。然后他就强调他有跟习近平有讨论乌克兰问题，所以他说没有台湾问题。好，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照我跟他讲，我跟他过去，这是过去哦。过去你看，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通电话，然后删除关键字的解读，他就说什么呢？习近平告诉美方，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的这个主权还有领土完整。过去你中国老是玩这样的把戏啊，我每一次根本就没有谈到台湾啊。你看每一次他都说有谈到台，美国国务院或是白宫都出来说没有谈。这一次川普就直接跟你说没有谈了之后呢，你看他说台湾 never came up。好，结果你看这一次中国的这稿子里面也没有出现台湾。后来中方就说，因为川普已经宣布了嘛，那你中国总要有人出来证实。对。然后中国的商务部就说，对啦，大概就是这个川普说的那些事就是对了啦，差不多就是这样就对。所以他证实了，所以说事实上的确美方的要求在这一次来说都达成了。所以简单来说，这一次的川普呢，可以说是他几乎是拿到了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好，那除了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会谈里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第一个，你看两个人在见面的时候，川普显然呢，他就自己讲他自己的，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反正他就讲话。但是呢，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你看习近平他是看着稿子哦，这个稿子是这样子哦，你看这边有一张纸，对不对？他只看着稿念，看着稿念的时候，你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川普就直接看着你看稿一直讲话，干什么一直这样？志忠哥，这让我想到什么？这个川普跟老鹰一样，他在盯猎物的感觉。对。然后习近平不敢看，他在回避他的眼神。对，他就一直在看他讲什么。但是你看这个习近平就一次的念，非常仔细的念，一直念。他当然就是说啊，中国跟美国可以共同办好事。可是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赵伟你知道吗？他说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现场 live 的时候，习近平真的有讲出这句话。他讲了什么？他说，中国的发展振兴同川普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他居然讲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从习近平的口中讲出来。我跟他讲，这几个字是要讨好川普的人才会讲的嘛。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各国的政府的政要、各国政府的老板就是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个关键字，所以就是这样。但是赵伟你知道吗？在中国的文书里面，习近平这一句话他是没有写上去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任何文件没有他说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件事情，所以这等于是他在国际场合讲了这件事，但在中国的官媒没有出现这几个字，他只是说啊，我们中美两个要合作这样的，他并没有说习近平有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件事情，这也太妙了吧？对，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他们的宣传手法。对内说我没有说这件事，但是他对外，你如果看 live 的时候，他的确说了这几个字。好，那我讲这比较有意思的是谈判的过程。谈判的过程里面来说，美国这一次是谁？这个所谓他们的这个 Rubio 有来的，然后贝森特有来的，然后包括说像这个卢特尼克有来的，还有这个所谓葛利尔有来，五虎将。那中国当然是有派出什么蔡奇啦、何立峰啦，然后外交部的副部长，还有外交部长、发改委的主委，还有王文涛，这里面缺了一个人。就这一次的贸易代表之一的李成钢没有来，那个叫贝森特，叫美国吃地狱火的那个人，他没有在这个会，他真的被踹出去了。所以那事实上，现在某些程度来说啊，当然了，有人就说，哎呦，这卢特尼克就来。卢特尼克原本他并没有参加这一次的这个马来西亚会，但是他这一次有参加高峰会，反而是原本有去参加这个马来西亚会的李成钢，这一次就没有出现。所以那事实上，我就说。这里面都是在看中美之间角力的一些门道，但是我觉得光是从习近平口中说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几个字，我觉得习近平某些程度来说，他的确是在跟川普示好的，这没有问题的哦。对，好，那我们再讲，他们两个当然谈的时候，一开始谈的时候是这个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两个人，这个好像习近平比较紧张嘛。不过实务是谈完了之后呢，可能习近平心里面比较放下忐忑的心。你看走出来的时候，你看。习近平就稍微比较有好脸色了，就比较没有那么僵了。对啊，脸色就比较好看了。然后两个要互相道别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就跟他讲了很多话，这样的状况。然后习近平就在不是这我看起来怎么像在训话？对，然后就这样握个手，然后就离开了。然后一直跟他一直跟他讲这话。还有悄悄话哦。赵你知道吗？事实上原本是有翻译在那边翻的，就是川普讲很大声的时候呢，翻译是即时翻。如果你看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川普讲什么话，其实是有中文跟他讲的哦。
但是妙就妙在这几个字，赵人啊，他跟他讲了，对，讲什么？你觉得翻译听得到吗？听不到，翻译听不到，所以这几个字他没有翻出来。但是你说习近平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应该听不懂吧？习近平当然听不懂，所以就是变成这样啊。然后你看他好，后来送这个习近平去坐车，他一路走在旁边，一直跟他讲，对啊，所以他跟他讲完话，又在讲悄悄话，对，结果还没放过习近平，再跟到人家都已经要上车了。你还跟到旁边再跟他讲一直跟他讲，讲什么啊？对，我就说，你看这几个字来说，其实没有人知道他讲什么，就有人网络上开玩笑说，搞不好他趁机骂他，但是他也听不懂啊，就这样。好了，我这当然是开玩笑，不过你就知道说，事实上，那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在当年2017年的时候，其实当时他们不是在开这个海湖庄园举行第一次的高峰会的时候，他不是就说他们在吃那个甜点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就川普跟他说发这个巡弋飞弹去打叙利亚这样的状况，就他就说这个川普就说忍了10秒钟，然后呢，当时的这个习近平似乎是听不懂要讲什么这样一个状况，他就请这个他再讲一次，然后再翻译给他听。所以你看，事实上当时的时候，就是证明了事实上哪有这种事？2017年在吃蛋糕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我去炸了哪里？对，他2017年习近平就有阴影在，是。结果你2025年你又给我这样搞，你又跟我讲悄悄话，对啊，你又要炸哪里啦？对，搞不好他跟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跟他讲什么？我们要核试爆了，你小心一点。有没有知道？但是问题是，习近平听懂，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说他讲的这几个字，大家都很想知道他跟他讲什么。这反而变成这个非常有意思，吓死了。对，好，那我们就讲。那为什么我说是核试爆？你看，川普没多久了，他就在出手就那边发了，他就说什么？他说呢，美国最后一次进行核试爆的这个状况，他说我原本不想要做核试爆，但是 I hate to do it， 我很讨厌做这个啦。But have no choice， 没有办法，因为 Russia is second， 就我们是老大，那 Russia 是 second，and China is a distant third， 就是说他已经慢慢的追上。But will be even with 5 years， 就5年就会追上我们，所以我们要。俄罗斯在试爆啊，那中国也在试爆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要试爆给你看这样的状况啊。好，那为什么我说这个非常具有这个恫吓的意味？照你知道，美国现在是2025年，对不对？对。你知道美国上一次核试爆是什么时候啊？是1992年的9月23号。然后这个该试爆的这个 Diver 的这个试爆的这个代号，然后它是在内华达州的地下设施做这个试爆。那为什么要做试爆呢？因为这一次来说啊，是美国官方明确记载了1054次的核试爆，然后最后一次，你看从1992年到现在为止这么久的时间点都没有核试爆，美国都没有核试爆哦。那时候美国为什么要做核试爆呢？第一个。这个核试爆的问题是，1991年当时苏联解体，所以事实上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大家都是核试爆互相吓对方嘛。然后这个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所以我们最后一次核试爆之后呢，就不用再核试爆了，就不核试爆了。结果现在要面对的是中国，对，我就来核试爆，他就核试爆了。对，那中国呢？中国有进行45次核试爆，它最后一次是在1996年，所以等于是说，事实上2个国家都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核试爆。但是问题是，中国现在不断的在追啊，不断的追的话，那我只好用核试爆来状况来说话。为什么？恫吓你。对。为什么要恫吓你？我跟他讲，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在冷战的时候，其实这个朝鲜半岛局势一直很紧张嘛。金日成或者金正恩都说啊，我们要入侵这个南韩的一个状况。所以那当时在50年代的时候，他们当时呢就是要试爆一个核子弹。然后当时就说，他们你看他们还这大拉拉的哦，你看美国还有这个节目哦，就说还有这个媒体有去拍哦。他说我们要模拟试爆核爆，那我们请这个大量民众去参观。你说这个房子建得多么的坚固，多么的老，然后地下室什么，然后你看就没有问题，就这样。然后好，核子弹准备要试爆了，试爆之后砰，然后把这个完全的炸了，然后他还拍给你看。你看这个房子被炸成完全炸烂了，然后炸烂了，然后这个影响多大，然后这个爆炸的范围多大，这样的这个全部给你看，公开给你看。赵，你知道他这个是要给美国人看的吗？当然不是啊，他要给前苏联的领导人嘛，给老共看嘛，给这个所谓金氏家族看嘛。如果你看我有这么大的核子弹哦，你看这炸下去的时候，你确定还要跟我尬吗？对啊，那炸成这样子的时候，你看。这个弹坑其实相当大，这么大一个。对，我们看，事实上你看到这个房子、车子其实都很小，它就是这么大。这个弹坑来说的话，赵和，这个1994年的时候被列入到美国国家史迹名录。为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如果你外星人呢在外太空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看到几个东西，一个是万里长城，你或许看得到；再就是弹坑，你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弹你要大到连在外太空都可以看得到。
卫星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个是相当大，造成了这个所谓冲击力道。所以这就是当年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是从我们这样一路这样看下来，当初33年前为什么美俄要在核子的竞赛上面这样尬？对，他们尬到最后是什么？因为苏联解体关系，我美国赢了，我当然我就不要。是，结果现在什么？他要重启核试爆，对，而且他点名的是中国，对，还要把中国直接加到里面来，我们来一场军备的竞赛，对，没错。好，那我就跟你讲，这其实历史有很多重复之处。当年呢，这个美国是怎么拖垮前苏联？用星战计划嘛，对，用一个星战计划，然后让这个俄罗斯前苏联也大量投资下去之后，结果美国就赢了，那俄罗斯前苏联就被拖垮。那现在美国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拖垮你，但是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也是好事，他用 AI 跟你竞赛。我怎么用 AI 跟你竞赛？你看哦，你自己来看哦。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什么？倾力谋求科技制霸，还是先改善民生？中国选了前者，因为嘛，事实上现在 AI 的东西可以改变所有的东西，所以现在中国是这样，中国就要跟你发展 AI，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的核心呢，用牺牲民众的生活水准，全力投入跟美国的科技竞赛。所以你看今年来说话，中国根本不管房市，你看中国今年都在说什么？鼓励民众讲买股票。对，你要去买什么中国的 AI 股？对，用你的中国的资金去救中国的 AI，所以他用这样的鼓励你来跟美国竞赛，好，然后这个中国的高层用多年的政治清洗还在进行，所以反腐运动还是继续在做。然后1号人物的这个地位稳如泰山，就是习近平非常稳，但是他想要做什么？他就想要用科技产业跟你拼。问题是中国的规模本来就比美国小嘛，我说我投的钱一定不如美国多，但是美国是这样，美国除了他自己本身在投 AI 之后，你看。川普又说什么？他说：“你看啦，我到韩国、日本都进行了非常多投资。我看日本要投资5500亿，对，然后韩国要投资3500亿，然后在欧洲要投资7000亿，然后还有这个阿联酋啦，这个沙特阿拉伯，我们不用讲，还连台湾听说是2000亿，这么多都是投资美国的产品。那么投资美国什么？大部分都是投资美国的 AI 基础建设啦。那我就跟他，他就说，你看这么多国家对我们投资前所未见的大的投资，中国对此感到深有感触。他还讲出来深有感触。对，他说：“你们怎么这么好啊？”对啊，那好，那我就跟你讲，中国跟美国竞赛的时候，中国用自己的资金，美国是用外人的资金来跟你竞赛。他习近平对热烈的祝贺了我，对，然后羡慕的要死。对，然后他原文是这样的 ：He was very strong on congratulating me for that， 就说他狠狠的夸赞了我，恭喜了我一顿。但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你看，美国要跟你军备竞赛，我们 AI 竞赛好了啦，你竞赛得过我吗？你是只有你中国的资金，我比狗，我有全世界的资金，加我美国的资金跟你打。所以呢，这个消耗下去，你觉得谁会消耗？被他消耗掉？当然，中国什么都没了。对嘛？所以我就跟你说，我就讲，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我们讲今天早上刚好美国的3大财报 ，Google， 然后包括说微软，还有包括说 Meta 都公布财报。结果他们真的 AI， 他们已经因为 AI 有赚钱，然后他们准备在明年呢更大举的投资。那这些公司都是比中国国家都还要更大，他就要投资 AI。你看，所以我就说美国有非常多力道，美国国家投资、美国企业投资，还有外国人来投资，他这个资金潮绝对中国比不上。那所以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这是资料中心。对，你看你资料中心的数量，然后美国现在有5000多个，第2名是德国，再来是英国。你看。中国还这样，所以你说你要追上跟美国的这个资料中心也太多了吧？对啊，所以那你要追过去美国，那5426一个449。对啊，所以我才说你现在的 AI 量体跟美国差太多。你要以这样的量体来说的话，美国在 AI 未来几年或许就可以甩开跟你的差距。那你中国怎么办？我只能够跟你说哈，这就有点像是人家这美国已经拿了王牌，但是我们还必须。跟着这样一直不断的说，一直玩到下去的时候，最后真的开摆的时候你就完蛋。所以来说，这个对中美两国来说话，现在显然美国是企图想要用 AI 的竞争消耗战来把中国的资源完全拖垮。宇轩，我们刚刚讲，现在你打出了这个 AI 牌之后，就等于是什么？就打出了台湾牌。而在这一次川习见面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讲，这个习近平的脸非常臭啊，怎么等等。但是你知道，在见面前，包括美国，包括中国，两个斗得跟什么一样？我刚刚讲，包括时间，包括地点，这最后一刻
真的才求拢的。哎，你现在如果看到这张照片呢，你会觉得好像是一片和乐融融啊，但你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非常的阳春，连这个冷气口就直接给你看到，哎，这是中美世界上最强的两国会面呢，而且包括连后面的布景以及这个旗帜哈，都是要会面呢，紧急的才赶快把它搭建起来。它其实在一个空军基地里面，换言之，它有一个特殊的地点，也就是说，来你看哦，仔细看这边，它的地点在这边。跑道在旁边，对，也就是说，今天如果飞机要起降，是我飞机一下来之后，等于下飞机之后，有没有看到？这是它的实景图，长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矮矮丑丑的一个小房子，其实是我们讲韩国传统式的房子，马上飞机就可以驱车到那边，人就直接进去。你说它一飞机下来之后，一台车不到几分钟，嘟嘟一个转弯。到了，对，没事了，所以方便进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怪是怪在哪里呢？它是4天前才通知韩方的。好，那这时候众说纷纭了。你看哦，美国空军第5空军机动队连部的设施，什么意思？因为这个空军机动队哦，其实它是在大韩民国，但是呢，偏偏美国它是具有一定的调度权跟使用权。换言之，美军是有办法在这边进驻，而且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美国安排的。那这个地方叫做纳莱宛。那纳莱宛呢，既然是美国安排，而且4天前通知韩方的，韩国临时帮忙去找了这个地方了。各位，它其实有一个概念哈 ，APEC 是办在庆州。那如果说今天中国跟川普在庆州见面的话，那等于是什么？因为像我去过 APEC 2次。它等于就那个叫做场边会议，也就是说我们是在 APEC 这个大框架，川普的主场，我们一堆好朋友都在这边，那你中国只是 one of land 来跟我川普做会面，这个叫做单边会谈，等于说我们在一个集体大会上撕开一个小房间，那你中国基本上是不是就是被矮化？对。那矮化之外呢，未来川习会你是不是还要再跟我约？这是 APEC 整个活动开幕之前，这一台车有没有看起来呢有点像 Phantom， 但又不是 Phantom 的，这个是中国的红旗车。那你知道这台是怎么来的吗？空运来台，空运来韩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空运来韩吗？因为代表说习近平对自己的安危呢极度的重视，就是这一台，非常的害怕，他不敢用其他国家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车运来这边，而且是一种规格，你懂吗？尊爵不凡，连车子都要空运来台。然后呢，大概我们讲了，隔了几个小时之后呢，美国的车队也进来了。那美国一样 ，Beast 大家都很熟悉。挂着美国的车牌、华府的车牌以及的种种专用的，但差别是差在哪里呢？差在旁边的伴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各国的元首在自己的国内绝对都有重机开道，但是到韩国没有啊，所以中国怎么办呢？没重机，来人肉开道。哇，人肉护卫队，哎，你看哦，本来这些特勤有没有？原本是小跑步，但是呢，可能那个我们讲了掌舵的兄弟啊，不讲武德，突然间开始加速之后呢，变成快跑步、小跑步、慢走、快跑步，突然间开始跑，那反而是川普啊，在这个方面啊没有那么讲究。川普可能我们讲的认为之后自己对自己有自信，也没在怕，所以川普的车队离开的时候呢，从这个纳莱宛离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去追。所以他今天在会面之前，除了地点的事情之外，连排场都要尬起来。对啊，你车子出什么车子？你的车牌放什么车牌？有旁边的护卫怎么样？我的排场够了吧？看到这是中国的，你有没有发现旁边额外又搭了一个棚子出来？对，那为什么要搭这个棚子？你仔细看，它是3公尺高。你说这个很像一个布幕的感觉。对，装了一个帷幕，就是在这里。它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你看见。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要让你看见吗？我问你哦，习近平今天下来哈，如果不是从地下室的话，因为他一定要开大门走大路嘛，从正大厅如果直接走出来的话，那走出来之后，它会产生什么？维安上的漏洞哦，可以狙击。对，所以他用这个方式，等于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点就是习近平的上下车点，他把它全部遮蔽起来，而且特勤维护呢都会在里面一直在观察四面八方的一个形象。所以你看哦，连旁边有什么一个特警的装甲车停在上庆北道的庆州市这个科隆酒店附近。啊，就我们讲，他就直接停在这边，代表说这个是属于监控的，而且还要设置路障。比如说我去住到这个饭店，对不对？我刚好跟习近平住同一个饭店，那我也要过这个安检门。然后呢，我的沿路呢，我还要配合他绕道。绕道是什么？他有设检查站。比如说你过了一个检查站之后呢，今天有这个特勤在那边，他就要看说，哦，确定你是这个饭店的房客，你不是闲杂人等，我才会让你去。那这个叫做最基本标配是什么？就侦报权。那这侦报权应该是韩国，等于说整个在停车场方圆100里的范围之内。他都会要求这只狗一只一只闻，但今年的 APEC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是什么呢？从来没有像这种状况，就是抗议。来，你看，正好这4个字 ，China out， 天灭中共。对啊，这是韩国的民众 ，Stop the steal， 不要再偷我们韩国的技术，全部人
这些人都是来反中，都是来抗议，都是来陈情，而且用韩式的陈情把整个 APEC 场围呢外围呢包围了，我们讲团团都是，甚至是呢有27场集会哦，它会到11月1号为止哦。然后呢，包括把一些很多的标语说3000万的中国观光客免签证，所以看完这个之后，你再想想看看，川普说要把这个东西办在庆州，根本就是在恶心他，因为不管从安危或者政治的角度，都不可能如实举办。廷伟，这一次川习会里面，这一次世纪峰会见了面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可能又会出现很大的改变。习近平，你看到出来以后干嘛？这个川普跟他讲悄悄话之后，习近平上了车就走了。对，川普呢上了飞机就走了。大家留在那边干嘛？至少让我问问题吧。国际记者会呢？出来之后，按照以前的做法都是什么？就是出来之后，大家一个小桌子嘛，一个讲台嘛，对不对？啊，你一边我一边嘛，对不对？不管是川普、另外一位石破茂也好，现在是高市早苗也好，然后或是川普，或者是以前的习近平也都是这样子啊，给大家发问嘛。你们刚刚谈了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有承诺什么啦？啊，或者是双方要签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签，记者会也没有，然后全部来讲话就各自回去了。就这样走了，那就这样走了。而且川普这个叫做中美跨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川普2.0，然后双方再次见面，竟然是如此尴尬的场合。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东西跟大家讲嘛，能讲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来讲，那个小动作在哪里？就是出来之后没有一个记者会，对，连桌子都没准备。对，为什么？因为根本不需要嘛，没有东西可以讲啊。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东西？没有成果。双方只是过招，只是在交换一些意见。如果你按照1个多小时来讲话，再扣掉翻译的时间，双方能讲多少时间？对，所以台湾问题根本不会讲到，因为那个太后面了。前面稀土先讲，大豆先讲，对不对？你如果台湾问题一提出来的话，告诉你各自表述，然后结束，根本不用1个小时，说不定5分钟就出来了。所以就是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根本不是在谈事情。他们只是在做一个假动作，给全世界看一下我们基本上还可以握个手啊，没有恶言相向了啊。现在来讲的话，各自回去，然后各自练功。所以现在川普可能在分享，你想想看关税从57%降到47%，那有降跟没降是一样啊。你以为57%跟47%差多少？降到10%，如果你川普阿萨里一点的话，你就直接降20下来就，对不对？或是直接降到。直接催泪给这个加油，催泪给直接让到，关系不是很好吗？直接给他零关税也可以啊。问题是没有啊，是57%跟47%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过场戏，真正的焦点在哪里？在明年的4月因为明年中国主办 APEC， 对，美国主办 G20， 对，两边都讲好了，都要过去。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双方都有他的主场外交。你不过来，我就不过去，那会怎么样？因为这个时间点很近 ，APEC 跟 G20 的时间点很近，大概都在明年的年底左右。所以如果说川普愿意在4月的时候到了中国做球给习近平的话，那如果习近平可以给理子上、实质上给川普东西的话，川普可以回去好交代啊。但如果说今天没有的话，不见得明年4月真的会成型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现在高手过招，接下来由贝森特跟何立峰继续谈。你说前面4次的这个回合没谈出结果，结果川普他们见面也没有签署什么东西啊。川普到日本签的东西，到韩国签的东西，到东南亚也跟各国马来西亚连柬埔寨都签了 MOU 现在跟中国什么都没有，我说连讲台都没有，那个东西你说什么？所以非常奇怪，这完全违背外交礼仪。因为外交场合、外交礼仪，第一个瞧好的地点绝对早就已经公布了，不会这样子匆匆忙忙突然间跑到釜山去，对不对？庆州就庆州，为什么不去庆州？为什么就跑到釜山去？再来那个小动作，什么叫小动作？就是说到底谁先到？结果川普先到呢？川普为什么先到？因为那个主场是川普的，什么意思？那个是韩国跟美国的基地啊，那个维安滴水不漏啊。那习近平愿意来，其实也就是做球做个面子给川普了啊。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已经够了，出来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场合让面对国际记者会。你看2018年，这是2018年，就像廷辉老师讲的，川普跟习近平真的让大家来发问。是啊，今天真的，他还去旁边跟他讲悄悄话，他就走了。对啊，讲个悄悄话，然后国际媒体全部傻在那边。
我要问什么问题，你们谈了什么东西，完全没有办法问。这个就代表什么意思？双方各自回去练兵。现在来讲的话，过场戏而已，明年等着看吧。或者现在川习见面之后，我们刚刚讲，真的很难听到这个习近平讲说，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想说，这已经是他的最大的底线了吧？对。结果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讲？你看日本，你看韩国，他太厉害了。金色外交真的没在开玩笑。昨天川普到了韩国之后，李在明也太会了吧！这个王冠、金色王冠都拿出来给他了。哎呀，现在日本跟韩国两个在 PK 啊，看谁比较得到川普的宠哦。这真的，你看你现在画面看到。又开始送东西，送什么呢？无与伦比啊，美的我现在真的直接想把它带上去啊！连川普都讹了个大吉啊！这是南韩最高的一个勋章，叫无穷花大勋章。无穷花大勋章。然后马嘎瓦怎么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是勋章上面是月桂冠哦，月桂冠代表昌盛啊，也期许川普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跟繁荣哦。然后呢，还有旁边没有，右边看那个。金色什么皇冠？新罗的王冠啊，新罗时期的王冠，而且是最大最华丽的一个金冠，代表天地领导人之间的神圣连结哦。然后呢，它也就是说象征着朝鲜半岛和平共存与繁荣啊。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你知道呼应川普 chosen by God， 对不对？就是川普常这样讲嘛，君权神授，我是天选之子嘛。你天选之子，送你一个天地之间最主要的连结皇冠。哇，你看川普爽死了，爽死了，那个手握得多紧哦。除此之外，你没有看到细节处，你没有看到领带，你没有看到领带，你没有看到也是金色的，金色领带旁边的这个是什么？也是一个徽章哦，也都是。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就说 Golden Wave 啊，金色外交金色的一个潮流啊，从整个席卷亚洲，就从这一次川普的亚洲行啊，还有旁边你看一下来之后。哇，一队的这样子的检阅仪式，然后呢，鸣放对国家元首最高敬意的21响礼炮。最重要一件事情，你看他们下来嘛，对不对？开始响礼炮。最重要是，当他们这个川普在握手的时候，他还旁边你知道演奏什么吗 ？YMCA。我的天啊，真的假的？礼炮完之后还 YMCA， 这是川普的主题曲啊！后据说每个人都有一首自己的主题曲，川普的主题曲就是 YMCA， 然后呢就开始在演奏 YMCA。你已经觉得很夸张，很 P L 了，没有，还有后面还有什么？你看金色的仪队在迎接川普，完全金色的。之前都是因为他们国家的传统服饰有各种不同颜色，没有川普限定，这个太扯了。以前我们看过都是彩色的，这次真的全部都金色。因为川普来了，因为川普只爱金色，所以当然只有金色。所以你就知道韩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有没有？旁边有一些人是其他颜色，但是刚刚有看到一支这个一队特别全部都穿金色。那再来还有去哪里？你知道吗？他们还去到一个庆尚北道的庆州国立博物馆，里面是什么？博物馆。我们昨天才在谈说什么？过去有习近平的博物馆，对，结果那个博物馆现在要被大家拆了。就他今天带他来的是川普的博物馆，这个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甘拜下风，太会尬了吧！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又是什么色调？金色，而且好可怕，都是川普的东西都在后面。还记不记得那一顶帽子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在这里。搞不好是2016年选举的那一顶，对不对？然后呢，旁边右半边有一个黑色书，你知道那一本书是什么书吗？梅兰妮，连梅兰妮的自传都有。还有什么？你知道那些黑色的外套，黑色的 T 恤有没有？红色的帽子，黑色的 T 恤，对。那个黑色 T 恤那边有一个张照片，川普你知道是什么照片吗？就是川普被起诉的时候的那个犯罪照，口卡照，口卡照，然后下面一个标题什么 Never Surrender， 永不投降啊！哇，这真的是。皮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连他老婆的书自传都看到这张照片是白宫自己发的，你就知道川普有多爽啊！我就觉得爽到真的是到现在还回味无穷哦。就是川普不同时期的一个纪念品，还有连他老婆的书里都有哦。还有我跟你讲我跟那个菜单，我们刚刚昨天不是讲嘛，日本嘛吃他们美国牛跟美国的那个米嘛，对，这算什么？你来看菜单，我真的甘拜下风，这个我都给韩国加一个赞，按一个赞。你看到它菜单是什么？ Korea flavor meet America spirit， 就韩国风味遇见美国精神呐、再来 celebrating the endurance
friendship through test， 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品味哦，来庆祝两国之间的友谊长存。这也太会了吧！老天爷啊！再来下面一道是什么？哦，海鲜拼盘。但是人家的海鲜拼盘是怎样，你知道吗？回应纽约的成功故事 ，A success story of New York。谁在纽约有成功故事？当然是川普嘛。所以你知道一道一道菜，川普那个。而且旁边你看，还有可乐，可乐，因为他知道川普不太喝酒，他就还特别给他一个可乐。然后呢，主菜什么菜都有，最后一个甜点，甜点是什么？和平缔造者啊 ，peacemaker， 哎，天哪，这个他还在这边放一个什么来？你看到 peace， 真的，而且这个 peace 太厉害了。它旁边你看旁边那个不是那个柑橘吗？柑橘也是金色，对不对？然后呢，好在那个 brownie 上面是什么？金箔。那个金箔我们都是吃屑，它是吃龟得，你知道整片金箔。所以他这样一连串下来，我们都觉得太厉害，你太捧了吧？哎，真的会有用吗？我就跟你说有效，真的有效。嘿，真的好哦，这一招所以这个韩国极致跟跟日本 PK 这一招真的有效，因为这一次他讲说，哎呀。我跟你讲哦，我们韩国很想在美国大笔投资，尤其是造船。那你也知道，美国希望你韩国来帮我们的造船业带起重返那个繁荣嘛。他说，可是我跟你说，我们现在用那种财电潜舰那个不好，那个一天到晚财舰那个不酗酒啊，不持久，所以你还要常常上下，这样会影响我们的侦防，尤其对老共的这侦防。对，所以我们需要核潜舰。这是机密呢。对，我们需要核动力潜舰，而且这个全世界目前为止只有3个国家有，美国、英国跟澳洲。对，结果他就用这一招跟他讲说啊，我跟你说，我们要这个核动力潜舰啊，我们愿意，但是我们没有技术，所以你美国要给我们这个技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技术不能随便给人的，所以呢，我们决定这个核动力，南韩要自建这个核动力这个潜舰，在美国的领土里面新建。哇塞！厉不厉害？他直接说，那川普松干，你看，直接在他的社群网站写说，南韩将在我们美国本土费城造船厂建它的核动力潜舰，我们国家的造船业即将迎来盛大的一个复兴。他真的要把核动力潜舰的技术要交给南韩了。是，那你猜多厉害，对不对？他就意思是什么？我跟你讲，我知道你们技术不能外流，所以在你美国新建。所以换句话说，我南韩在美国造所谓的核动力潜舰，看起来是完全符合你川普对我的要求，但事实上，我韩国自己是不是也把海军的这个实力也再一步的提升？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